3年了，你知道这3年我是怎么过的吗？这京城的天该变了。那祸害怎么回来了？陛下不是已将他发配到白雀寺，令他苦修思过吗？还能因为什么？还不是仗着他有个位高权重的祖父罢了。那崔丞相就能就此善罢甘休？仗着镇北王府只罚了苦宣3年，这不是被祖父用赫赫战功换回了京城？郡主，有人拦路！找死！秦金枝，你怎么还有脸回京？我要是你就直接死在那白雀寺，省得给你祖父丢人。你干的？当然是本皇子干的，你能奈我何？哼！云雀，把这蠢货给我扔下来！秦金枝，你疯了！这可是17皇子！原来是崔莹的勾当。本皇子是狗！来人，给我把他的舌头拔了！我要把你的舌头拔下来送给阿姨当生辰礼！云雀，给我打扮他2颗牙。秦金枝，你敢打我！哼，一晌敢做不敢当的怂货。本金主等着。走，回宫去找母妃。陛下，金枝郡主求见。哈哈哈哈！快让我看看我的乖孙。祖父，乖孙，想祖父没有？回来就好，镇北王，你跟金枝许多年未见，如今也算祖孙团聚了。皇祖父，金枝回来了。这3年，金枝十分想念皇祖父，不知皇祖父、皇祖母身体可好？哈哈哈！我还以为见亲祖父就把朕这个皇祖父早就忘在脑后了。金枝可是日日都思念皇祖父跟皇祖母呢。这3年可知错了？金枝知错了，这3年时刻都在反想，今日真是罪该万死，让皇祖父心心，所以在白雀寺日日为皇祖父祈福，祈祷您健康无忧。即使让金枝一辈子待在白雀寺，金枝也绝无怨言。知错能改，善莫大焉。以后好好孝顺镇北王。这些年来，镇北王为我大晋镇守边疆，劳苦功高。你们爷孙俩也是聚少离多，也让镇北王好好享受天伦之乐。回去之后备上一份厚礼，好好向崔小姐道歉，她一定会原谅你的。崔丞相的女儿可是素有贤名，哪像你这混头不学无术。哼！好的，皇祖父，我一定会备上一份厚礼，亲自登门向崔小姐赔罪。崔丞相，你意下如何？一切听凭陛下做主。今日就先到这里，明天再议。镇北王留下，其他人都退下吧。臣等告退。还说将我乖孙当成亲孙子对待，那白雀寺也是我乖孙能待的地方。瞧瞧我的乖孙都瘦成什么样了！你这老东西，真是没良心！我把金珠当心肝一样对待，比你这老东西好不知道多少倍。要不是边疆太艰苦，你以为我稀罕把金枝托付给你？我早就把金枝带在身边了。嘿，你这老东西是不是想吵架？哎呀，别吵了，都一把年纪了，怎么气性还这么大？你这混手还好意思说？没轻没重把人家女儿扔进湖里，干坏事都不知道背着人，名声要不要了？皇祖父，这叫光明磊落。行了，我跟你祖父还有事要谈，赶紧去你宰母那儿吧，晚一会儿又该过来骂人了。那金枝就先告退了。主，您可算回来了，飞燕都想死您了。飞燕，怎么3年不见，飞燕变成肥燕了？金枝，我的金枝，
皇祖母，好孩子，你受苦了。皇祖母，金枝都想死您了。这杀千刀的老头子，干什么把我的金枝送去哪儿劳斯兹白雀寺？我好不容易才将那小雀儿一般的小人养大，瞧瞧都瘦成什么样了。皇祖母，你不怕隔墙有耳，有人告诉皇祖父你骂他？老娘怕他作甚？最好别登我的门，否则一棒子将他打出去。皇后娘娘都好久没有这么开心了。您走后，皇后娘娘难过了好久，还好几次都将陛下赶出去了。还是皇祖母威武，不过你也别生皇祖父的气了，本来就是我犯了错，受点罚也是应该的。都怪那裴侍郎养了个好儿子，我们金枝看上他是他的福气，还敢同别人定下婚约？不行，我找那老头子给你下道圣旨，直接给你跟那河东裴氏赐婚。好啊，争取明年给您抱一个曾孙。什么曾孙？金枝都回来了，你还要生气到什么时候？哼！想让我消气也行，你赶紧下道册婚圣旨给那裴家，让那裴家小子娶我们金枝。你又胡闹什么？那裴家跟崔家有婚约在身。唉，我身为天子，怎好拆散侄子婚事？有婚约怎么了？当初我跟那王家阿哥还有婚约呢，你还不是把我拐来了？好久没吃老婆婆做的饭了。陛下还没净手。哟，这位姐姐没见过，宫里什么时候添新人了？回郡主，奴婢来皇后娘娘身边伺候2年了。依兰香，这宫女恐怕不简单啊。郡主近来可好？老身2人时常观念。3年不见，怎么嬷嬷跟我生分了不少？嬷嬷给我做的衣裳，我可是一直贴定住穿着。姐姐这双手如此娇醉，想来是没怎么吃过苦的。奴婢自小皮肤便十分娇弱，郡主不必放在心上。李嬷嬷、赵嬷嬷，刘英姐姐看起来有些热，给她降降暑，别晒坏了。刘英不知道哪里得罪了郡主，让郡主如此对待刘英。瞧瞧这张小脸，真是惹人怜爱。铁石心肠之人见了，怕也要心生柔情，想爬龙床。刘英听不懂郡主在说什么。听说你在这池塘里找到了我送给皇祖母的步羊，为此还大病一场。这都是刘英该做的。原来郡主小时候养的獒居然在这里，难怪皇后娘娘会下令不准人下池采莲。你说你下了池塘，才找回郡主送给皇后娘娘的步摇，那在池塘里可干过这巨獒？你竟然敢欺骗娘娘，到底是何居心？其实刚刚我是想直接把你丢进去喂獒的。我是皇后娘娘身边的一等宫女，你敢在皇宫杀人？怎么现在送进来的都是蠢货，无趣。你在宫中这么长时间，我被送去白雀寺的原因你都不清楚。不过你要是告诉我你背后的人是谁，我可以考虑放过你。毕竟皇祖母还是很喜欢你的，我不想让她伤心。听宫里的人说你是江南的灾民，可吃不上饭的灾民哪里有银钱教导你如此规范的仪态？你这肌肤柔白似雪，吹弹不破，没有个16年的秘药调养不出来。传闻江南沈家有一分支善养奇花依兰，若是女子以奇花入浴，年久女子身上便会生出体香，而这依兰香有一妙用，就是催情。我说的可还对，沈小姐？既然郡主知道我是沈家人，杀了我你也会有麻烦，难道郡主还想再被赶出京城吗？你一个沈家分支的庶女，也配成为我的麻烦？果然是那些脏东西送进来的，那些明面上光风艳月，内里像阴沟里的老鼠一样的世家大族。不知道我的大敖现在饿不饿？郡主饶命！郡主饶命！我都说，是我们家主挑中我，让我找机会爬上陛下的龙床，到时候只要说出我沈家的身份，陛下一定会封我为贵人。住手！
好久不见，裴锦年。这婢女究竟犯了何事？你要如此残忍对待？大胆！你是何人，竟敢擅闯皇后娘娘的寝宫？嬷嬷勿怪，在下裴锦直，第一次进宫误闯皇后寝宫，还请恕罪。皇后娘娘的花园一直都有禁军巡逻，怎么无一人拦你？裴某刚才来的时候，并未看见禁军。禁军巡逻关乎皇后娘娘的安危，我这就去禀报娘娘。这帮禁军玩忽职守，定要治他们一个渎职之罪。你速速离去，否则将你一并治罪。两位嬷嬷既是皇后宫中之人，怎能助纣为虐？任凭他秦金枝在这宫中横行霸道，草菅人命，天子犯法，与庶民同罪。你仗势欺人，为非作歹，3年白雀寺的苦修，我看还是轻了。既然公事公办，那好，赵嬷嬷，此人不敬郡主，且外男无照擅闯后宫，给我抓起来。赵嬷嬷，外男无照擅闯后宫又有何责罚？不敬公主杖30，外男无照擅闯后宫杖80。你敢用私刑？裴大公子把天子犯法跟庶民同罪挂在嘴边，就没想过对皇家不敬也是重罪。把人带到勤政殿前。是。秦金枝，我乃裴家嫡子，你若动我，裴家家必不会善罢甘休。裴家世家大族，5姓7望之一，确实底蕴深厚，就是不知道什么时候这世家也凌驾皇权之上了。哎呦，郡主，您怎么来了？洪公公这3年高升啊，都到勤政殿伺候了。郡主真是折煞奴才了，幸得陛下赏识，小红子才有这天大的福气试试陛下。这是擅闯后宫的贼子，我过来监个刑，顺便给陛下送消暑的绿豆汤。那奴才给郡主拿张椅子。你不会以为我看上你了？以前诸多事情不与你计较，就会容忍你肆无忌惮的下我的面子吧？我代表的可是皇家，名动京城的裴大公子，脑袋里面想什么呢？秦金枝离京前常常找机会与我碰面，我看不惯的事也会常常斥责于他，只是他从来都是笑呵呵。秦金枝是有刁蛮的资本的，他由帝后亲自抚养，宠爱程度不输亲子，这样的秦金枝太危险了。裴公子果然是聪慧，你说一会儿你变得血肉模糊，把你引过来的蠢货会不会过来救你？我从未说过自己是被引来的，秦金枝如何知道？都说裴大公子才貌双全，只是光有才华不长脑子，岂不是太过可惜？不过你的脸我很喜欢，如果一会儿你去向陛下求一道赐婚的圣旨，我自是不忍心为未婚夫受到责罚。我不会娶你。打！秦金枝，你这贱人，竟然敢对裴哥哥动手！九公主，这么长时间不见，你胆子倒是变得大许多。引走禁军，私放外男进后宫，你母妃就是这么教你的？你胡说！他怎么知道是我叫裴哥哥过去的？还知道是我把禁军引走了？接着打，没有我的命令不许停。不许打！我看谁敢动手！飞燕，奉佩在此，见佩者如见皇后亲临。九公主还不行礼？不可能！皇后怎么可能把代表身份的玉佩给你？这一定是你偷的！再说我凭什么要给那老女人行礼？我母妃才是这宫里最尊贵的女人。飞燕，九公主不敬皇后，掌嘴！狗奴才，你敢碰我，我扒了你的皮！这3年来，在宫中你对皇祖母是不是都像今日这般放肆？若是舌头不想要了，我不介意替你扔了。你不过就是父皇看你可怜养的一条狗，还真把自己当成皇家人了。叶佩，你就是一个有娘生没娘养的小杂种！你爹娘都被你克死了，你怎么还有脸活着？接着打，我不说停就不许停。秦金枝，我要让母妃将你打入列庭，把你赏赐给那里的老太监，让你求生不得，求死不能。不仅连长相没有遗传你母妃，脑子也是，只有这肮脏的心肠倒是一脉相传。你为何如此生气？你也喜欢裴锦年？你跟崔莹不是至交吗？我撕烂你的嘴！
陛下驾到！父皇，秦金枝这个贱人要杀了我！住手！这个混蛋，我饶不了你！都给我住手！这是怎么回事？回陛下，裴家大公子触犯宫规，金枝郡主命我等在此行刑。金枝郡主，我儿究竟何处惹恼了你，让你竟然下此毒手？当然是因为他不肯娶我啊！都说父母之命，媒妁之言，不如裴侍郎就替他做主，取消了和崔家的婚约，让他娶我。你简直是胡闹！来人，把他给我押回皇后宫里，让他好好看看，这就是他教出来的好孙女。谁不知道皇后最为宠爱郡主，押回皇后宫中还罚什么罚？陛下，臣恳请陛下重责金枝郡主。裴侍郎想如何？臣要求将郡主重新送回白雀寺，以示惩戒。谁要将我的乖孙送去白雀寺？皇后娘娘，金枝郡主无视律法，动用私刑，为了一己之私，更是差点害了臣子的性命。您不可再喜形姑息。若不是你儿子擅闯后宫，金枝怎么会下令责罚你？倒好，还想污蔑我的乖孙裴侍郎，你好大的胆子！皇后娘娘，臣子是第一次进宫，怎么擅闯后宫？陛下，今日我等与郡主在小花园纳凉，这裴公子忽然之间闯入，奴婢害怕是贼子会伤害郡主，这才叫了御林军。突然闯入，巡逻的禁军就这样让人进了皇后的花园，审查何在？陛下息怒，今日在皇后娘娘寝宫当值的禁军失职，竟然连人闯进皇后娘娘的寝宫都无人发现，臣已经重罚他们。无人发现，好一个无人发现！若是刺客进了皇后寝宫，恐怕现在朕见到的就是皇后的遗体了。陛下恕罪。陛下，这样的惩罚对沈统领是不是太重了？哼，若不是看在你的面子上，朕早就把他革职查办了。裴侍郎，你还有何话说？皇后娘娘，这都是误会。臣子裴景年今日是第一次入宫，一定是误闯皇后娘娘的花园，绝无冒犯之意。若不是禁军失职，发现有人擅闯后宫，可是要就地格杀的。秦金枝没有要你儿性命，不过是按规矩责罚他几十板子。裴侍郎却要将我的金枝赶去白雀寺那苦修之地。什么纳凉？明明是他在欺凌宫女，李嬷嬷跟赵嬷嬷都是帮凶。裴哥哥是想要救下那宫女，才开口斥责秦金枝几句，他这是想杀人灭口。住嘴！这也有你说话的份儿？你看看你像什么样子，还不赶紧回宫去！母妃，你怎么也不帮儿臣？回皇公公简直真是太开心了，这样的蠢货沈贵妃竟然有一对。你是怎么知道的？本公主亲眼所见。元义，住口！你说你亲眼所见，那就是说当时你也在皇祖母的后花园。李嬷嬷说当时的禁军是被人支走了，这么说来，是被你支走了。你支走禁军，私放外男进后宫，你想干什么？父皇，儿臣没有，儿臣跟裴哥哥是碰巧看到的。也就是说，你当时确实也在花园，跟裴景年一起。你们两个人在一起做什么？莫不是在幽会？我没有，父皇，你别听这贱人胡说。我说裴侍郎怎么不点头我跟裴景年的婚事？原来是攀了真正的金枝啊！真是可惜，这崔小姐的未婚夫还被至交好友撬走。陛下，臣子清清白白，绝对没有跟公主殿下私相授受，也绝对没有冒犯皇后娘娘之意，请陛下明察。
陛下，这其中一定有误会。元一一向贪玩，这才误入了姐姐的花园。姐姐如此疼爱金枝郡主，金枝郡主一回来就欺凌她的宫女，妹妹都替姐姐寒心。就是母妃说的这样，裴哥哥看不过去才会出口斥责。不信，您可以让人把那宫女叫来当面对证，就是皇后身边的刘盈姑娘。去，把那个刘盈带过来。刘盈参见陛下，参见皇后娘娘、贵妃娘娘。刚刚秦金枝是不是在欺凌你？你快告诉父皇！别害怕，你将被欺凌的事如实说出来，本宫跟陛下会为你做主。刚刚奴婢在花园中了鼠，郡主见状，让两位嬷嬷为我在脸上洒了些水降温。不知九公主说的欺辱到底是何意？你撒谎！你这贱人！他刚刚要淹死你，你还帮他说话！本公主拔了你的舌头！够了，贵妃，你养的好女儿！陛下恕罪，源于性子贪玩，没想到误会了金枝郡主，都是臣妾教导无方。九公主不敬皇后，禁足半年；沈贵妃教女无方，禁足3月，罚俸半年。父皇，你为什么不信我？臣妾遵旨，带九公主回宫。这棋子若是不听话，便没有了价值。裴侍郎，现在还要送我去白雀寺吗？臣不敢，误会一场。小儿也已经受罚，还请郡主恕罪。我为什么要恕罪？我可是差点就被送去白雀寺了。裴侍郎不会不知道那是什么地方吧？金枝，不许胡闹。裴侍郎也是爱子轻身，难免会有些着急。既然陛下都开口了，我自然要给陛下面子。不过，裴侍郎，你得给我补偿。裴侍郎怎么不说话？敢问郡主想要什么赔偿？我听说裴家有一只100年的火灵芝，想尝尝味道。火灵芝是我裴氏一族的至宝，臣做不了主。那便去找能做主的人。裴侍郎将火灵芝带来之前，裴几年就留在宫中养伤吧。郡主这是何意？今年，郡主，刘盈姐姐说想要单独见您。走，去看看。郡主，奴婢愿为您效命。效命？奴婢愿意做您除掉沈贵妃的刀。郡主，今日当值禁军都重伤不治，现在尸体已经全部被送回家中。整个巡逻队的禁军都被调走，这宫里的人都拿别人当猪吗？这些禁军这么愿意追随这位沈统领，那就都去给他陪葬吧。沈贵妃的那位好弟弟伤势如何？不过是80军棍，要不了他的命。但是奴婢给李川塞了银子，棍子上涂了药。我这个人呢，总是有很多慈悲心，看见流浪狗就想捡回来养。不过我不喜欢没有胆量的狗。我有胆量，我会当好郡主的狗。什么？你说几年被打了几10大板，还被扣在宫里，让裴家拿火灵芝去赎。谁知那金枝郡主如此胆大妄为，所以你就同意了，把几年一个人留在宫中，一个小辈就把你耍得团团转，你真有出息！我怎么可能同意？只是陛下跟皇后都给那秦金枝撑腰，我便速速回家来找父亲拿主意。父亲，不如找一只其他的灵芝代替。火灵芝是至宝，连那秦金枝也没见过。哼，你当那秦金枝真是什么犄角旮旯里的破落户吗？当今皇上皇后膝下长大的，什么好东西没见过？
咱们的皇上跟皇后娘娘不过也是……住口！以后别让我再听到你说这种话。难道真要把火灵芝给了那个混账？火灵芝再珍贵，也不过是死物，哪有我裴家下一任的家主重要？是，父亲。儿子明日一早就去，顺便给丞相府传个消息，看看崔家小姐的身体如何，近期是否能将婚事提上日程。婚事一旦促成，裴家跟崔家便是彻底站到了一起。我让你带的东西都带了吗？喏，我吃饭的家伙都在这儿了。不过你真搞到了100年的火灵芝，那是自然。快让我瞧瞧！没想到我还真能见到这种奇药。没在我这儿。喏，送火灵芝的人来了。火灵芝，不会是我们裴家的至宝火灵芝吧？郡主，这是你要的东西，还请放小儿归家。父亲，不可！你还是那么阴损。这男子看着外面皮开肉张，但是内里可是一点伤都没有。不过他的伤被下了药，没有3个月应该是好不了的。你要的火灵芝，郡主，这可是300年的火灵芝，极品啊！今年，父亲，为何将我裴家的火灵芝给他？当然是因为你大逆不道，冲撞我们郡主。这火灵芝是给我们郡主赔礼压英的。什么世家大族，一颗灵芝都如此舍不得，还不如叫抠门世家了。怕裴侍郎私子不协，我一早就把裴锦年带来等着你了。既然赔礼也送到了，速速回家去吧。飞燕，我们走。柳依依，你这样真的很猥琐。你懂什么？哪个大夫不想拥有这种东西？有了它，你说的你祖母的病很有可能会痊愈的。你没吃我给你带的药吗？郡主怎么了？请和尚有毒。这可是皇宫啊！我也晕了，你快叫人！来人啊！有刺客！郡主中毒了！废物！饭桶！你们这么多人还不赶紧给我想办法！皇后娘娘，郡主身中奇毒，臣等闻所未闻，还请娘娘给臣等一些时间。时间？本宫给你们时间，谁给本宫的金枝时间？当初我的瑶儿，你们也说要些时间。如果你们救不回来金枝，我要你们全部陪葬。皇后娘娘饶命！民女可以救郡主。民女柳依依，今日本是奉郡主之命入宫为娘娘调理身体，在宫门处遇到前来送火灵芝的裴侍郎，锦和只有民女和郡主接触过，所以我们2人都中了毒。你真能救金枝？皇后娘娘，臣女能醒来，不就是最好的答案了吗？只要你能救金枝，本宫重重有赏。娘娘，请您让这些御医大人们都出去吧。民女要为郡主施针，这施针之术凶险异常，如有人在，民女怕会分心。你一定要救回我的金枝。你可算醒了，我都快要吓死了。又不是第一次干，怕什么？我一进皇宫你就给我弄了这么大的活，那可是朝廷命官，诬陷朝廷命官可是要杀头的。有我给你顶着，你怕什么？你还好意思说？晕之前连个招呼都不打，还好我机智。你的寒毒已经入侵心脉了，我之前给你的药
药力已经不够压制了，我会给你做新的药丸。做出来之前，你暂时先不要随意走动，不然你随时随地还会像现在这样昏迷。不就是吐点血，比以前好多了。晚点记得去给皇祖母请脉，她的救急不能再拖了。等我醒过来，就可以安排你进太医院了。用你假中毒换我进太医院，你说我们这算不算欺君啊？我中毒可不是假的，你没有真本事进了太医院才是欺君。柳依依，郡主暂时已经脱离了生命危险，不过要想解毒还是有些麻烦。锦芝到底是中了什么毒？锦盒上的毒是幽冥花。幽冥花？那不是崔家小姐种植的花吗？全京城只此一注入。好啊，好一个崔裴姻亲！洪德全，宣裴侍郎跟崔丞相入宫。裴侍郎，你好大的胆子，竟敢在宫中毒害郡主，你该当何罪？陛下，臣不明白您的意思。裴侍郎好算计，金枝不过是要你们裴家一颗灵芝才会中毒，现在昏迷不醒，生死不明。裴侍郎，你到底是何居心？是心疼灵芝，还是要为你那未过门的儿媳讨回公道？陛下，娘娘息怒，臣等不清楚到底发生何事，但是这其中必定有什么误会。哼哼，崔丞相，你可知郡主中的什么毒？还请陛下明示。幽冥花，全京城只有你女儿有一株。陛下，臣等绝有毒害郡主之意。那你告诉我，这普天之下，还有谁有这幽冥花？这秦金之中毒，偏偏将两家都扯下水。裴家送的赔礼，毒却是崔家独有。这一定是有人在居心叵测地针对两家。陛下，这一定是有人在冤枉崔裴两家，还请陛下明鉴。陛下，正如崔丞相所言，一定是有人想要栽赃嫁祸崔裴两家。臣就是再蠢，也不会众目睽睽之下给郡主下毒啊！陛下，给臣几天时间，臣定当查个水落石出，还我崔裴二家清白。哼，崔丞相好算计。本宫的金枝现在还生死不明，让你调查，岂不是给你销毁罪证的好时机？既然你们两家都说冤枉，那就查清楚。洪德全，传大理寺卿觐见。事情调查清楚之前，就委屈两位卿家暂时待在宫中。如果金枝有事，本宫绝不会放过你们。老夫一国丞相，竟然会因为毒害小辈这种事情被软禁收监，这秦金枝是灾星不成？谁碰谁倒霉。郡主，崔丞相跟裴侍郎被陛下扣在宫中了，本来是想送去内狱，碍于身份，陛下将两人软禁在内院了。跟柳依依说一声，让她告诉皇祖母，明天我就会醒过来。是。呸！太酸了！郡主你怎么吃得下去的？这是酸性，当然酸了。柳依依送来的。如何了？老祖父挂念，孙儿没事。好好养着，你跟崔家小姐的婚事就要提上日程了，早日完婚，以免夜长梦多。这么快？这个时辰了，你爹怎么还没回来？老太爷，侍郎今日与崔丞相一同被传入宫，之后再无消息。你是说裴红与崔丞相进宫之后，消息全被封锁了？
先派人去趟崔家，再安排人打点宫中，务必搞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事。是。刘医官，金枝真的要醒了。娘娘放心，一炷香之内，郡主必然醒来。金枝，好孩子，你终于醒了。皇祖母，我这是怎么了？崔裴两家合谋想要毒害你，竟然在那锦盒上下了毒。你放心，祖母肯定会为你讨一个公道。放心吧，祖母，有柳依依在，我不会有事的。柳依依可有给你诊过脉？这位姑娘倒是说了，但是你还在昏迷，我哪有心思诊脉？柳依依医术非常高超，尤善各种女子隐疾。这次我把她叫进宫里，就是为您调理身体的，都是一些陈年旧疾，太医院月月都来，效果聊胜于无。我实在是不想喝那些苦汤药了。柳依依可不是太医院那帮酒囊悬柴。皇祖母，要不然我们打个赌？哦，金枝想打什么赌？让我听听你们祖孙二人要打什么赌。我跟皇祖母在打赌，我带来的人能不能治好他的旧疾？皇祖父，要不要加入赌局？哈哈哈，想跟朕打赌？你这混球有什么赌注？如果柳依依不能治好皇祖母的病，金珠从此会老老实实的待在宫中，服从祖父祖母的一切安排。若是柳依依治好了皇祖母的病，让柳依依入太医院。好，朕就跟你打这个赌。你胆子可真大，治好娘娘我也只有6、7成把握。这要是输了，你一辈子都要待在宫中了。如果你治不好皇祖母的旧疾，太医院你是待不下去的。千百年来，太医院从未有过女子，我可以给你一步登天的机会。但是你得拥有不被人撼动的实力，才不会被摔下来。治好皇祖母的病是你的敲门砖，也是替你阻挡风暴的渡本。我的医术比那些男子高出那么多，可他们从来不肯给我证明自己的机会。家主更是承认我的医术，却不承认我女子的身份，凭什么？好，我会治好皇后娘娘的。我要做第一个女太医。什么？你说裴红与崔家合谋毒害郡主？祖父，这不可能！父亲怎么会蠢到在宫里下毒？你知，我知，崔家也知，恐怕连陛下也知，那又如何？现在郡主昏迷不醒，又有那么多人亲眼看见，我们却连到底是谁想要害裴家都不知道。此案如今是谁审理？是大理寺卿赵无极。祖父，我去吧。可是大理寺少卿赵无极，赵大人，你是何人？我乃裴家门房，我家公子有要事，想要跟赵大人相商。你家公子又是何人？我家公子乃是京城第一郎君裴家嫡子裴锦年。裴锦年，裴家麒麟子，倒是有过耳闻。不过本官与裴家并无私交，何来要事？本官还有公务在身，先走一步。公子，这赵无极也太狂妄了！您都亲自来见他了，他竟然还如此装模作样，这不是在打裴家的脸吗？不得无礼！走，去镇北王府。公子，去镇北王府做什么？解铃还须系铃人。若要救父亲，恐怕还得从郡主那里下手。
那郡主肯定会召见你，毕竟她可是做梦都想嫁给您呐。哼，真是稀客，裴家大公子竟然会主动求见郡主。郡主不在府中，改日再来吧。你什么态度？竟然敢跟我们公子这么说话！现在又不是你们郡主上着我家公子的时候了。放肆！郡主也是你这厮可以议论的。哎呦，哎呦！裴某管教不严，还请见谅。当真有要事求见郡主。这是在下的玉佩，如若郡主想要见裴某，可拿着这玉佩去找裴某。这是裴几年亲手给你的。正是，据那小子说贴身之物，可真够蠢的。你去给他传个话，需10天香楼一见，过时不候。是。裴公子找我何事？听说郡主中毒了，不知道郡主现在身体如何？吐了2盅血，死不了。听说郡主中毒是因为我父亲用来赔罪的锦盒上有幽冥花。没错，在锦盒上涂幽冥花，你们崔裴2家想要我死。这件事情其中定有蹊跷，还请郡主相信裴某，崔裴2家绝有毒害郡主之意。我相信。您说什么？我当然相信，因为毒就是我自己下的。你为什么要这么做？当然是为了你。你不想娶我，那我就只能用点手段让你妥协了。你看，以前对我避如蛇蝎的裴大公子，如今不是也主动来见我？毒妇，那可是我父亲，你将人命当作儿戏，简直恶毒至极。他是你爹，又不是我爹，他的死活跟我有什么关系？你简直不可理喻！那天你听到了我跟九公主的谈话，你是故意引我过去的。要不是萧元熙那个蠢货故意将你带过来，我本不想搭理你们。你们非要送上门，不出手倒是对不起你的评价了。怎么样？我这样表里如一的女人，裴公子有没有改变想法，想娶我？我绝不会娶你这样心狠手辣的女人。裴侍郎的命不想要了。大理寺受理案子的赵大人是一个刚正不阿的人，当年做地方官时，拼着上级追杀逃来京城告御状，他定不会冤枉了好人。这边都解决了，你还要干什么？怎么发作的如此频繁？看来你的心药我得抓紧了。走，跟我去见一个人。还要见谁？赵无极。赵无极参见郡主，这位是？锦盒上的毒就是他制的。原来是郡主身边人。不是说这个赵无央大人不畏为权，清高孤傲，不与他人同流合污吗？这是什么情况？给你的幽冥花就是赵无极去崔府偷来的。据说这位赵丹大人在乡为官时，因为民做主惹怒了顶头上司，遭到暗杀，凭着武艺一路杀到京城告了御状。陛下震怒，将贪污百姓的一众高官全部抄家流放。你偷偷告诉我，郡主你拿了他什么把柄？他干坏事让你看见了？他
堂堂大理寺少卿，居然去相府做贼！你以为没有我，他真的能照成御状？任他武功再高，进了京城能不能活过50都还未知。裴家的事办得怎么样了？人都已经准备好了，只等明天面圣了。人证有了，没有物证怎么行？那剩下的幽冥花粉给赵无极。干什么？做坏事啊，不然拿来吃吗？赵爱卿，此事可有结论？启禀陛下，臣已查明，郡主中毒一事确是崔家与裴家合谋，证据确凿。这位赵大人可曾调查清楚？我崔家与裴家并未得罪过你，你为何要诬陷忠臣？陛下，人证物证已经在殿外等候，还请陛下通传。传！裴海，怎么是你？老爷，救我！赵大人，你这是何意？此人是裴侍郎随从，此人已经招供，是他在锦盒上涂抹了幽冥花粉，而这幽冥花粉正是崔府的下人崔六交给他的。你是何人？我在府中并未见过你，竟敢冒充我崔府下人！小的是小姐花房专门伺候花草的下人，丞相没见过小人也正常，小人只是遵从丞相的指令办事而已。哼哼，崔丞相好大的威风！怎么会？这竟真是我的字迹！朕若是没有老眼昏花的话，这确实是你崔丞相的笔迹吧？陛下，这崔六口口声声说是按照我的指令行事，是3日前的傍晚来传信的是福生管家，一派胡言！福生一直在我书房伺候，什么时候去给你传了信？丞相若是不信，可以传福生管家问话。福管家，3日前你是否替崔丞相给崔六送过信件？老爷送的那封信竟是丞相要崔六配合裴府的人毒杀那位秦金珠郡主。信是我自己送的，丞相并不知情。这信件上的字迹可是丞相的字迹，这你怎么解释？小人自小便随侍丞相身边，会模仿丞相的笔迹，自然不难。那你为何要毒害郡主？那秦金珠该死，他害得我家小姐落水，而他只是去白雀寺3年又回来了，我当然要除之而后快。那与裴家联系合谋的也是你，自然也是我。我只恨自己不能替小姐报仇，多谢丞相这么多年的照顾，老奴去矣。陛下，人已经没气了，拉出去。崔丞相的管家已经招认，裴侍郎还有什么好说？难不成也是你的管家自己所为？陛下，臣老爷救我，我不想死，老爷救我！确实如此，陛下，臣并未吩咐过裴海对郡主下手。老爷，您怎么能这么说？我明明就是奉了你的命令。可有物证、人证？裴海这个蠢货，不知道是着了谁的道干了蠢事，应该没什么证据。小人有证据。
玉是几年的贴身之物，难道是几年想杀了郡主？不行，几年身上背负着整个裴家的命运，他不能有事。陛下，是臣对郡主下了毒，臣小人之心，还请陛下定夺。裴侍郎毒害郡主，狼子野心，收监大理寺，革职查办。崔丞相御下不严，停职禁足府内3月，罚俸1年。臣领旨。臣领旨。不愧是朕亲自提拔的人才，短短1日就将事情调查得水落石出。好好办差，很快朕还有重要的事交给你去做。臣自当不负陛下所托。不玩了，不玩了！嘿，皇祖母，你耍赖，我马上就赢了。你赢什么赢？刚才还悔好几步棋呢，我让着你呢。皇祖父，你评理，皇祖母耍赖。我才不管你们2个，2个都是臭棋篓子，都赖皮。皇祖父说您是臭棋。你也是臭棋。皇后娘娘，柳姑娘为您针灸的时间快到了，咱们去准备吧。你们爷俩玩吧。裴侍郎跟崔丞相都收拾完了。崔丞相有个忠心的好下人，已经为他赴死了。那裴红见到玉佩，果然就认罪了。那玉佩到底有何来历？那是裴几年的玉佩。你怎么知道崔府的下人有裴几年的玉佩？我给的呗。你怎么有裴几年的玉佩？祖父，怎么这几年装昏贵老人，还真装糊涂了？唉，谁能知道你这鬼灵精到底在想什么？昨天裴简想见我，去了镇北王府，留下了玉佩作为信物。我只是给他回了话，玉佩没还他。你一开始想让朕将宫中的消息封锁，就是想让所有人都来不及反应。裴红一见到裴几年的玉佩，便以为是自己的儿子想要害你，便顶了罪。你怎么就是秦业那老东西的亲孙女？你应该是朕的血脉。我若是您的血脉，您第一个杀的就是我了。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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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皇祖父，你想要清算这些世家很麻烦吧？世家屹立100年，与皇权分庭抗礼，把持朝政，让有能力的寒门永远无法翻身。可谁能想到，嚣张跋扈、心狠手辣的金枝郡主才是清算世家的刀。那赵无极是你的人吧？您不是常说朝中缺把好刀，您的贴心小妈搞这不把刀给你送到眼前了？唉，若是你阿叔能有你一半的心思，朕可就省心喽。最是无情帝王家，若是阿叔有我一半的心思，您这皇位估计800年前就换人了。像跟我年轻的时候一模一样啊！你当初想要破坏崔裴2家的婚约，来阻挠2家结盟，但是显然这2家并不会放弃婚约，毕竟强强联合势在必行。马上这盟约就不复存在了。这2家的关系若是脆弱些，很可能就此决裂也说不定。我等你的好消息。
噗！这玩意儿怎么这么酸？你说红儿在大殿之上承认她要下毒谋害金枝郡主，派人去大理寺，一定要问清楚究竟是怎么回事。还是我去吧，祖父。小厮去，那赵大人未必会让他见到父亲。就连我去也不一定能见到父亲。毒是秦金枝自己下的，父亲怎么会承认莫须有的事？裴公子，少卿说了，您若是来了，让我等待您去见他。麻烦仁兄了。赵大人，在下裴景年，那日见过一面。请随我来。裴侍郎裴大人就关在里面倒数第一间，我在外面等你。父亲，纪年，你怎么来了？这里阴气重，你身上还有伤，赶紧回家。父亲，到底是怎么回事？那下毒一事明明是秦金枝诬陷，你怎么会承认？什么诬陷？不是你让人在那锦盒上涂了毒药，毒死那金枝？父亲，你在说什么？怎么会是我让人下的毒？崔家的下人拿出了你的玉佩，如果我不认下，你的身子如何能承受这牢狱之灾？你说的诬陷，什么诬陷？玉佩，那个给镇北王府的玉佩，好一个秦金峰！秦金峰亲口跟我说的，毒是他自己下的。今日是为了犒赏三军，诸位将军，请。金枝郡主到！这头冠我跟父皇要了很久，父皇竟然给了他。我孙女漂亮吧？跟我年轻的时候长得一模一样。你快别往自己的脸上贴金了。金枝要是长得跟你一模一样，这发冠我扔了都不给他。陛下对金枝郡当真是宠爱至极，就连公主们都没有这等殊荣，郡主还不快快谢恩？不应该啊，我这发冠名叫燕绝寻芳，不止公主吧，哪个女子不想要？贵妃不喜欢？这发冠光彩夺目，本宫见了自然也心生欢喜。可惜啊，真是可惜。金枝郡主在可惜什么？可惜这发冠上是牡丹，太正了，贵妃戴不了。这秦金枝竟然敢当众嘲讽我！你胡说八道什么？我母妃凭什么戴不了？住口！身为公主怎么大声喧哗？有失体统。你不知道是因为你笨，我知道，但是我不告诉你。父皇，你看秦金枝当众就敢对母妃出言不敬，你应该重重的责罚他。谁要责罚我的金枝？刚刚不过是元迷跟金枝郡主开个玩笑，姐姐又何必动怒呢？皇祖父，看我祖母戴的了这牡丹，这凤冠可真漂亮。行了，
知道这凤冠是你亲自给你皇祖母打造的，变着法儿的要人夸，也不害臊。人到齐了，开宴吧。陛下，太子殿下及家眷还没到。不等了，开宴。陛下，今日是为我朝凯旋而归将士们举办的庆功宴，只是用膳饮酒未免过于单调，不如让各家女眷献艺助兴，如何？敢在殿上嘲讽我姑姑的贵妃身份，秦金枝，我定不会放过你。沈家小子所言极是，不知你有什么人推荐？听闻金枝郡主琴棋书画样样精通，今日怎么说也是给你家庆功。作为镇北王唯一的孙女，为这些当兵的献艺，郡主不会推辞吧？你谁啊？你不认识我？沈贵妃可是我姑姑。贵妃，你长得也算国色天香，你家亲戚怎么长得这么难看？秦金枝，你说什么？吼什么？什么阿猫阿狗，也敢跟我们镇北王府的小郡主面前放肆！你敢对小爷不敬，我让我姑父治你的罪。本宫倒是从未有过这么大的侄子，不知道这沈家儿郎的姑父从哪儿论起。皇祖母问你话呢，你是他那个侄子？我姑姑是沈贵妃，我自然是跟我姑姑这论的。贵妃，你家的亲戚不仅难看，脸还大，这人啊，就怕没有自知之明。你问问沈贵妃，我叫她一声皇祖母，她敢答应吗？郡主就是愿意开玩笑，环儿不过是童言无忌，环儿还不给皇后娘娘跟郡主赔不是？姑姑，给皇后娘娘赔罪，给郡主赔罪。赔罪怎么光说啊？跪下，给我跟皇祖母一人磕3个头，我跟皇祖母就大发慈悲原谅你。你别欺人太甚，想要我磕头，你也得有命受得起。这普天之下，本宫还没有什么受不起的理。既然说了赔罪，就按金枝说的，磕吧。本郡主命硬，也受得起。给皇后娘娘赔罪！给郡主赔罪！河东裴氏，裴几年求娶镇北王府金枝郡主，请陛下赐婚。裴哥哥，你疯了不成？老太夫，你家小子这是何意？今年不可莽撞，求娶之事老臣并不知晓，还请陛下恕罪。老太傅言重了，我听说你与崔丞相家的小女已经定过亲了，怎么还敢求娶我的金枝？回禀陛下，草民与崔家小姐的婚约已解除，信物也已经归还，男婚女嫁各不相干。草民想要求娶郡主是真心的，还请陛下成全。老太傅，果真如此？回陛下，今年与崔府的婚事确实已经退了，只是老臣不知道，这孩子退亲竟然是为了求娶郡主。我的金枝，容貌、才学、性子都是出类拔萃，少年的爱慕之心都是正常。朕就说，怎么会有人不喜欢朕的金枝？哈哈哈哈哈！金枝，这事你怎么看？您3位这不是还健在吗？轮得到我看？我不同意，肩不能扛，手不能提，这小身板老夫一拳下去命都没了，还想娶我的乖孙？做梦！你没事打人家做什么？裴锦年可是裴老太夫的孙子，才华横溢，我看挺好。那你问我做什么？金枝是我养大的，轮不到你不同意。裴锦年，你说的话可是真心？草民句句肺腑，
还请陛下成全。既然如此，你与金枝也算两情相悦。见你这字字真心，今日朕就为你们二人赐婚。郡主，信上的事是否属实？今日你请陛下为我二人赐婚，不就是心中已经有了答案？郡主可否告知消息来源？当然不能了。告诉你了，你反悔不跟我成亲了怎么办？你我是陛下赐婚，若是我反悔，陛下不会放过我。也是，那我也不会告诉你。为什么？你派人告诉我我伯父的死跟崔家有关，又不肯告诉我你是怎么得到的消息。不为什么，就是想给你添点堵。还有，我是给裴老爷子送的信，不是给你。今天是个好日子，装也得装得高兴些。未婚夫，回府。这大晚上你们四个一起出现，还真有点瘆人。奴婢云雀、云歌、云三、云锦参见郡主。2个月前我送回来的人呢？就关在密室当中，他身上的伤，奴婢已经让人治好了。走吧，去看看他。把笼子打开。秦金枝，你来了。怎么不装了？你怎么这么久才来看我？我很想你。这大晚上你们四个一起出现，还真有点瘆人。奴婢云雀、云歌、云三、云锦参见郡主。2个月前我送回来的人呢？就关在密室当中，他身上的伤，奴婢已经让人治好了。走吧，去看看他。把笼子打开。秦金枝，你来了。怎么不装了？你怎么这么久才来看我？我很想你。她的眼睛也太漂亮了，简直是想让人挖出来收藏。我说为什么郡主让我把她的眼睛挡住？她要是用这双眼睛跟我使美人计，那我肯定逃不掉了。美人计，果然是九皇子的拿手好戏。原来我的金枝长这个样子，难怪我封锁了整个楚国都抓不到你。皇甫南封，楚国败了，送降书的使团下个月就要进京了，你很快就能回家了。你在这儿，我回哪儿去？你说，等使者来，我向大晋皇帝求娶你如何？如果是你做本皇子的皇子妃，与大晋和平相处，我也是很愿意的。太可惜了，差一点本郡主就能做皇子妃了。楚国的少年杀神怎么这么虚弱？也不知道还能不能拿得起剑。金枝，你我可是差点就要做了夫妻的人，你就忍心将我关在这里？这里太寂寞了，
想你的时候真的很难熬。看见没有？学学人家，美人计是怎么用的？玉香散加倍。还加？他不会吃死吧？玉香散只会让人功力丧失，浑身无力，又不是毒药，怎么吃死人？他一个弱不禁风的皇子，郡主是不是太小心了？哼，弱不禁风。你家郡主我为了绑他，硬生生挨了3剑，差点失血而亡。你以为能让祖父都在他手下受了重伤的人，能是什么善茬？云雀，以后你去送饭。我去？他长得太好看了，我怕我坚持不住。参见郡主，不知郡主深夜转换是有什么事情吩咐？我这个人一向公正，你事情办得不错，郡主我有赏。你要带我去见阿音？不想就下车。多谢郡主。小姐，把他带过去吧。夫人现在估计已经歇下了，现在将人带过去，是不是有些不妥？你还挺心疼夫人。属下不敢。你的夫人应该用不着你的心疼，去让人把她叫醒。是。子瑜，是不是子瑜来了？好久不见，母亲。你为什么不去死？畜生，你去死！她毕竟是你母亲。我死了，岂不是成全你们这对狗男女？你干什么？我要杀了你！是不是时间太久了，你都忘记自己是个什么货色了，崔大人？你放开子瑜，别用你的脏手碰他！我知你心中有怨，你怎么样对我都可以。你已经囚禁了他10年了，放过他吧。我愿意服下碧落之毒，任你差遣，只要你能放了阿音。不行，你吃了会没命的，你不许求他，我不同意。太感人了，感人的我不做些什么都对不起你们的情比金坚。早知你竟然是恶鬼降世，我一早就应该把你掐死，我真后悔生了你。可惜了，这世上没有后悔药。不！阿音她身体不好，承受不了这碧落之毒，你不能这样对她，她会没命的。我当然知道会没命，我8岁的时候就知道了。金枝，她是你的母亲，你不能这样对她。都是我，一切都是我的错，你要做什么冲我来。你就没想过，你有可能是我跟阿音的亲生骨肉。子瑜，你有没有事？你不会想说，堂堂清河崔氏的2公子，丞相大人的胞弟，在镇北世子上战场杀敌的时候，勾引世子夫人苟且，所以我有可能是个野种。我是真的很想跟你们演上一出，但是你们的嘴脸实在是太可笑了。
如果我真的是你们这两个狗男女的野种，那由我这个野种来折磨你们，这是不是上天的报应？疯子，你就是一个疯子！你让我做什么都行，只要你能放过阿音，她当年也是为了我，都是我的错，求你！谁让你总是不安分？刚才那个侍卫是你的人吧？不安分的狗会受到惩罚，你的阿音都是因为你才会受这苦楚。你这么爱她，她却因为你要受这寒毒发作之苦，你这爱郎做的可不合格。这3年间，不断的有消息证实我跟你有可能是父女，是你做的吧，大人？郡主，都是我的错，求求你放过阿音吧。好了，你的赏我给过了，现在你该做事了。放心，你对我还有用，我不会让他死的。崔子瑜会一直做对郡主有用的人。跟聪明人说话就是简单。郡主要我做什么？我要见崔莹。小姐，你今天不能再出去了，丞相若是知道，肯定要打我板子的。环儿，你放心，天亮之前我肯定回来。爹爹今日已经来瞧过我了，不会再过来的。小姐，你带我一起去吧，我不放心你。你家小姐我武艺高强，你不信什么？再说了，我带着你还怎么行侠仗义？打人的时候把你当武器扔过去吗？那小姐你一定要早点回来。放心吧，我早去早回。桃花女侠在找什么人？不好，有埋伏！赶紧放了我，否则有你们好果子吃！轻一些，别伤着这细皮嫩肉的美人。别来无恙，崔小姐。你怎么会在这儿？桃花女侠，崔小姐好雅致啊！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你说，崔丞相若是知道他那引以为傲的嫡女，竟然就是民间劫富济民、行侠仗义的桃花女侠，不知他会有何感想？郡主这是做什么？我跟那裴景年已经解除婚约了，3年前已经害得我差点丢了性命。怎么，您这是还想再来一回？瞧瞧，这才像一个活着的人呢。崔小姐每日装成那木讷无趣的样子，瞧着真是碍眼。现在裴景年抛下2家情谊，求了陛下赐婚，你应该称心如意了，何苦还要再寻我的不痛快？郡主难还要再被赶出京城一次吗？崔小姐好不讲道理，称心如意的不应该是你吗？听不懂你在说什么。若不是我将你扔到水里，这3年你如何能装病躲过这婚约？你怎么知道这3年我在装病？楚大夫，你是爱秦金枝的人。郡主，我已经按照吩咐在丞相府当了3年，您答应我的是，明日到镇北王府寻我。在下告退。你到底要做什么？我让楚大夫在你每天都吃的银耳羹里下了一种毒，每天都下一点点，就可以让人死得悄无声息。最近是不是经常半夜惊醒、咳嗽，喉咙像有蚂蚁在爬？不过你若是跪下求我，我可以考虑给你解药。我乃第一氏族崔氏女，你这样的毒蛇也敢让我折腰？既然你要我死，那你就给我陪葬！笑话，我爹是崔丞相，我中了毒找人解毒就是了。秦金枝是个疯子，谁跟他拼命？郡主不追吗？参见郡主。把后面那些人都给我剥光，吊在城门上。哈
哈哈哈哈！原来是这小子。你跟他不是一伙的。走吧，跟我去个地方。崔小姐别想逃跑哦，我打人很疼的。等回府，我也找10个8个武功高强的保护我。郡主到了。他把我带到这里做什么？秦京不会又要闯祸吧？郡主，属下已经叫人堵住韦府的所有出口，绝不会放走一人。你到底要做什么？撞门。现在逃跑还来得及吗？什么人竟敢擅闯韦府？脑袋不要了！吵！把你们韦府管事的叫出来！老爷，老爷不好了！金珠郡主到了，他擅闯韦府，还打晕谭贵。你说谁？卑职京都府尹韦学义参见郡主，不知郡主深夜到访，所谓何事？捉贼。郡主，这中间是否有什么误会？郡主，东院寻到赃物。郡主，西院寻到赃物。郡主，书房寻到赃物。郡主，厨房寻到赃物。韦大人，敢偷我秦金枝的东西，你胆子不小啊！栽赃，绝对是栽赃。郡主，我韦家在京中也算得上是富户，为何要偷你的东西？恕韦某说句大话，您手中的珠宝，我韦府的库房要多少有多少。这些珠宝首饰都是皇后与陛下亲赠，世间独一份。韦家库房，帝后亲赠要多少有多少，这种话，韦学义大人还是少说为宝。郡主，这其中一定有什么误会，给韦某一点时间，韦某一定给郡主个交代。交代？铁证如山，韦大人要给我什么交代？郡主这话何意？京都府尹韦学义盗取财物，藏于府中，暗绿金面，鞭笞。你敢！黄口小儿也敢在我韦府撒野！屠游，我家老爷是京都府尹，你敢对朝廷命官动用私刑？就算你是郡主，难道这京城之中还没有王法了不成？王法这2字你可会写？秦金枝，我不会放过你。既然你要告御状，那鞭笞就免了吧。我告诉你，秦金枝，我一定会举韦家之力将你碎尸万段。既然不能鞭挞，那就砍掉他的手。秦金珠，你别胡闹！韦学义背后是京兆韦家，朝中不少官员都是韦家的门生。你若真的伤了他，肯定不好收场。你若是敢动我，就算是陛下也保不住你。你说我韦府偷盗财物，你如何证明这些财物是镇北王府的？我还说是你强闯我韦府，入室抢劫。皇后娘娘与陛下所赠之物，皆有郡主的名字。有趣，太有趣了！我很开心，所以我决定亲自动手。放心，韦大人，我的手法可是非常疼的。韦大人，这是什么表情？你不是最喜欢私刑了吗？让我想想，昨日还前世还是大前邪，你不是就用私刑将一对告状的老夫妇差点打死？他们是你什么人？不认识啊。你耍娃我，我不会放过你，就连秦叶我也要让他吃不了兜着走。屠游，怎么还不把那断手捡起来？万一我走了，他偷偷接回去怎么办？这东西喂咱们镇北王府的狗，狗都不吃，还不去找大夫？再晚点儿，你们家老爷明日可告不了御状了。老爷，你坚持住，我这就去叫府医。若是疼得实在受不了，我也不介意你吊死在镇北王府门口。回府。送崔小姐回府。你带我来韦府，到底是为了什么？
你今天都看到了什么？哼，恶人自有恶人毛呗。那京都府尹跟沈国公府勾结，草菅人命，遇到你也算他罪有应得。我回去了。郡主，你就这么让他走了？不然呢？郡主大费周章，就是为了吓唬崔小姐一顿。你应该去跟飞燕做姐妹。这不是沈国公府的小公子吗？怎么不穿衣服被吊在城门上？这沈小公子风流成媚性，惊到竟然小树挂辣椒，这跟天颜胭脂人有什么区别？要我说，这就是报应，活该！看什么看？都给本少爷我闭嘴！还不快放我下来！等本少爷下来，一定杀了你们！民女赵云儿状告沈国公沈恒强抢民女，京都府尹韦学义不接送状，都用私刑害死我双亲。沈国公府与京都府尹勾结，罪大恶极，请陛下为民女做主。什么人竟敢敲邓文谷，扰乱视听？你敲你的。大胆！你竟然敢打禁军，与禁军动手，形同谋逆，还不赶紧去叫人！哟，这不是郡主吗？小的这眼神不好，老远的都没瞧见您。他是谁？你认识他？杜副统领，您刚到宫中当值，可能还没见过郡主。这位就是养在咱们陛下跟皇后娘娘膝下的金枝郡主，镇北王的亲孙女。原来你就是秦金枝，郡主又如何？他扰乱宫中秩序，就要治罪。我杜冲今天就当是替天降当。来人，给我抓住他，关进天牢！杜副统领万万不可！金枝郡主身份尊贵，什么狗屁郡主！你们怕他，我可不怕。云雀，你说皇祖父是不是该让御医瞧瞧耳朵了？这么久了，怎么还听不见？大胆，竟敢对陛下不敬，还不速速将他拿下！再不动手，全部按渎职问罪。好，既然如此，我就亲自拿你！秦金枝，你敢打我！我要告诉我叔祖父，告诉陛下！把剑给我。你要干什么？你敢伤我，杜家不会放过你的！这样看起来惨多了。还不快去带杜统领找御医！登文谷听到了。听到了，听到了。陛下，这不就让奴才出来，将人带去太极殿？你的剑太钝了，回头赏你一把新的。多谢郡主。走吧，郡主，步辇已经备好了。等等，赵婴儿，你可知敲这登文谷的代价？民女知道，敲响登文谷便要受30的杀威棒，民女愿意受这杀威棒。李靖，你行刑。郡主，卑职开始了。你若是挨不住，公道讨不了，命也保不住。
你若是能活下来，你的事本郡主接着。郡主，好像没有气息了。云雀，葬了他吧。我活着。陛下，你一定要为臣做主啊！那秦金枝强闯微臣府邸，诬陷微臣盗取财物，目无王法，竟然动用私刑，在微臣脸上烙下这耻辱之字，心狠手辣，还砍掉了微臣的手。他心思歹毒，迫害朝廷命官，陛下绝不可姑息包庇，还请陛下为微臣做主。谁哭得这么难听？皇祖父，你找我？这是怎么回事？登闻鼓，您听见了吧？洪德全，敲鼓之人可有带来？回陛下，敲鼓之人已经带来，就候在殿外。速将人带来。陛下，你要为我做主啊！哟，韦大人告状呢，气色不错啊。后面那个告状的更急，韦大人等一等。你这目无王法的败类，搅乱法纪，无视朝纲，迫害朝廷命官，就该凌迟处死。在陛下面前还敢如此轻佻，陛下，你是要彻底寒了朝臣的心吗？这是怎么了？按律，敲响登闻鼓要受30杀威棒。回陛下，敲鼓之人已经带来，就候在殿外。速将人带来。陛下，你要为我做主啊！哟，韦大人告状呢，气色不错啊。后面那个告状的更急，韦大人等一等。你这目无王法的败类，搅乱法纪，无视朝纲，迫害朝廷命官，就该凌迟处死。在陛下面前还敢如此轻佻，陛下，你是要彻底寒了朝臣的心吗？这是怎么了？按律，敲响登闻鼓要受30杀威棒。这姑娘刚刚受了刑。听见了吗，韦大人？人家姑娘受了30的杀威鞭，才能走到陛下面前。若是你也受30杀威鞭，我替这姑娘做主，允许你插队告状，怎么样？韦爱卿，敲响登闻鼓非同寻常，按律，天子要第一时间受理。这姑娘连30杀威杖都愿意承受，必然是有天大的冤屈。等处理了这姑娘的案子，朕定会为你做主，绝不容私。你有何冤屈，细细讲来，朕一定为你做主。民女赵嫣儿，家住永兴乡，与年迈的双亲靠卖豆腐为生。沈国公侄孙沈恒多次轻佻调戏，最后不顾民女意愿，强抢民女入府。民女双亲上门讨要说法，却被神府门房打出门去。谁知那京都府尹韦学义竟然不接状纸，还动用私刑将我的双亲打成重伤。状告无门，逼得我双亲吊死在京都府前，只为求一个公道。民女一告沈国公府沈环强抢民女，二告京都府尹安韦学义草菅人命。请陛下为民女死去的双亲做主，还民女一个公道。陛下，这是污蔑，臣冤枉啊！哪句是污蔑，哪句是冤枉？韦大人说出来，让陛下分辨分辨。陛下，
那对老夫妻就是一对泼皮无赖，将女儿卖进神府又翻脸不认，敲诈无果，竟然吊死在京都府前，臣是冤枉的陛下。大理寺的赵大人对这件事也挺感兴趣。上次赵大人帮我查清了下毒一事，我就还了个人情，找到了那对老夫妇的尸体，给赵大人送了过去。不如皇祖父问问赵大人。来人，将韦学义暂且收押天牢，传赵无极进宫。陛下，臣是冤枉的，都是这刁民想要害臣，您不能听信他一面之词啊，陛下。此事我会让人调查清楚，只需等待几日，便可还你清白。皇祖父找我什么事？你皇祖母等你用膳。哦。等等，朕跟你一起去。你怎么总惹皇祖母生气？这是怎么了？给他看看伤，后背挨了棍子，没有伤到内陆，涂了我的药膏，7、8日便能痊愈。他晕倒除了疼痛，因为是情绪过于大起大跃所致。一会儿我给他开一副安神补气的药。皇祖父又怎么惹皇祖母了？不是陛下惹了皇后娘娘生气，昨日太子殿下来过了，跟皇后娘娘不知为何大吵一架。晚上陛下过来的时候，皇后娘娘就将陛下撵出了寝宫。明明是未来的太子，却跟世家站到了一边的蠢货。郡主，小花园的果树结果了，特别酸，你一定爱吃。爬那么高也不怕摔倒？这树我都爬了好多回了。再说我这一身肉可不是白长的。好，郡主，我一定把这些都吃光。不过，你现在得去将沈流莹叫来见我。郡主，你怎么一进宫就找他？他能给你摘果子吗？什么醋都吃，快去！奴婢参见郡主。前几日在散播流言的事做得不错，能为郡主分忧，是流莹的福分。这张小脸当真是我见犹怜，可还想上那龙床？奴婢发誓，绝对没有再想勾引陛下的心思。别紧张，我这人不记仇，以前的事儿过去就过去了。抬起头来，龙床又不是只有一张，未来天子的龙榻，你可有兴趣？未来天子，那不就是太子？郡主，您的意思是？我皇祖父老头一个，等他千秋，嫔妃可是要陪葬的。太子正值壮年，府今子嗣却并不丰盛。你若是能怀上龙翼，母凭子贵，未来的后宫自会有你一席之地。郡主的意思是要我勾引太子？郡主要我做什么？我要你进东宫之后，太子妃跟2位侧妃不许再有新的子嗣出现。至于你的肚子争不争利，就全凭你的本事了。我答应郡主，我会找机会让太子见到你。至于能不能成功，别让我失望。请郡主静候佳音。作为奖励，
我会派人将你小娘和弟弟接进京城。只要能让小娘跟弟弟离开那个虎狼窝，就算是刀山火海，我也会义无反顾地闯上一闯。废物，都是废物！到底是谁将我吊在了城门之上，让老子丢了这么大一张脸？要你们看顾保护少爷，你们就是这么看着少爷的吗？众目睽睽之下，竟然被吊在城门之上，我沈家的脸面还要不要？这简直是把我沈国公脸面放在脚下踩！查，给我查！若是捉到那人，我定要他扒皮抽骨，死无全尸！少爷，那被掳进来的赵婴儿不见了，全都是废物！派人赶紧给我去找！这个贱人竟然敢逃跑！抓到他，看老子怎么收拾他！大理寺巡捕奉旨拿人，沈恒何在？什么狗屁大理寺！敢在国公府撒野！来人，给我打出去！少爷，这些都是官差，动手不好吧？我姑姑可是沈贵妃，谁敢拿我？沈少爷，我们是奉大理寺少卿之命，请不要为难我们，也少受些皮肉之苦。就凭你们，也敢动我？我若是少了一根汗毛，我姑姑定会诛你们九族！本官倒是不知，贵妃竟然有这么大的权力。等明日进宫，本官倒是要问问陛下。大人，哪一个手无缚鸡的疑犯需要这么多时间？赵无极，你敢无视我！来人，沈府的人都死哪儿去了？谁先打折他的手，少爷我赏100两银子。沈府众人抗旨拒捕，就地格杀。大理寺巡捕是为民做主的先锋官，不是面对权贵畏首畏尾的软炭。每人回去领20杖，再有下次，绝不轻饶。是，大人。把人带上，回大理寺。一个小小的少卿，竟然敢闯国公府，速将我孙儿放下！大理寺奉旨办案，闲杂人等阻拦，一律按抗旨治罪。沈国公，还请不要给在下找麻烦。臣参见陛下。快，向宫中递份折子，我要见贵妃娘娘。郡主，门口有人求见。什么人？那人捂得严实，看不清脸，也不肯通报姓名，只说将这画板子递给您，您自然就知道他是谁了。你那是什么眼神？青天白日的，你这是要装鬼吓人？你懂什么？这叫伪装。我跟你是生死对头。这要是让人发现我来你府上，哪还得了？他做的莲子羹真有那么好吃？我的嘴可是很挑的，你是没吃过郡主做的，吃一次终身难忘。这也太苦了！这是药膳，当然苦了。这个是甜的，吃吧。你都不嫌苦，还行，我吃什么都一样。大小姐，你来找我什么事？
给我解药。你这是不怕我了？我回去之后想了想你说的话，我觉得你应该没想杀我。你在镇北王府也没人看见，就不怕再也出不去这个门？你少用这种变态的语气跟我说话。在天香楼也没人知道我在哪儿，你要杀我，像在宫中把我直接丢进水里多简单。所以快给我解药！我又没给你下毒，哪来的解药？骗人！你说的症状我全都有，而且这几天我身上越来越痒，已经开始起红疹了。大小姐，你有桃花油都不知道吗？每次还撒桃花，你不起红疹谁起红疹？这是玉露液，大小姐涂抹在起红疹的地方，1个时辰便可消除。秦金枝，我觉得你应该是个好人。为什么这么说？你虽然有些暴力，但是遇到不平事却会为他们做主。你会惩治强抢民女的沈恒，草菅人命的京都府尹。我还听说你还帮那受害者去敲了登文鼓。虽然我不知道你为什么会帮我装病，但是我知道你是一个好人。你不喜欢裴锦年，为什么要嫁给他？即使我跟裴锦年的婚约被取消，裴家跟崔家缔结盟约的方式还有很多种。你说，在京城之中，像沈恒、韦学义这样的人有多少？很多啊，京城权贵都是如此，就连我嫡亲的弟弟也好不到哪儿去。那他们依仗的是什么呢？家族背景、门阀权势呗。那京中权贵这么多，到底谁家才是这京中第一权贵？自然是崔家，我崔家可是第一氏族，我爹是丞相，我崔氏族人在朝中也占据不少的重要官职。可你爹不是已经被禁足府中了？你说等他出来，这丞相的位置，他还能坐得上去吗？你说这崔家是第一氏族，其他世家可承认？沈家如日中天，沈贵妃地位卓然，杜家助正任尚书仆射，直同副相。韦家韦学义的兄长是陛下亲封的淮南节度使，朝廷80%的重要官员都由世家把控，只有裴家在朝中只有一个吏部侍郎裴弘，裴几年也还没有踏入官场。你是想要平衡京中世家的势力？你若是这么说，也没错。虽然各家之间也会有些摩擦，但是本质上还是铁板一块，利益相同。世家只跟世家联姻的原因也是在此，你中有我，我中有你，紧密不可分割。就算你想，裴家也不会配合。你有没有想过，你为什么不能拒绝这场联姻？我受家族供养，身负两族交好的使命，自然要为家族分忧。不，是因为你没有足够的权势。如果有，你便不会只在晚上去玩你那所谓行侠仗义的游戏。所以裴家一定会倒戈向我，倒戈在我秦金枝的权势之下。我不舒服，先走了。云哥，送送崔小姐。郡主，崔小姐怎么了？应该是想到了什么可怕的东西吧。郡主，为什么要跟崔小姐说这些？将来清算世家，崔家首当其冲，你就不怕她告诉崔丞相？郡主，这是想要世家的女眷进场？这京城中什么人离权势最近？奴婢不知。当然是这些世家里的女人了，她们是权势的受益者，也是权势的牺牲者。她们离权势最近，但是却从来没有人告诉她们，她们能够拥有权势。若是尝过了权的味道，谁还会去当那被世道摆布的木头人呢？
平衡世家势力到底是谁的意思？不会是我想的那个人吧？小姐，您听说了吗？沈国公那个孙子被大理寺抓走了。沈恒，你说沈恒，他被大理寺带走了？听说他强抢那个民女逃出来了，敲了登闻鼓，闹到陛下面前了。陛下大怒，将此事交给了大理寺手里。据说那沈少爷拒捕，那赵大人在沈国公府大开杀戒，最后只说了一句奉旨办案，就将人带走了。奉旨拿人，这便是那位的意思。这次来的刺客训练有素，没留下任何痕迹，武功也很高，恐怕这些人不会善罢甘休，一定会卷土重来。他们这么多人，是怎么能顺利找到我的院子，还不被发现的？王府的护卫竟没有任何反应。好啊，府中护卫竟然玩书职守，我这就去找王爷。是该加强守卫。跟崔子玉的哀愁几乎一样。小姐是来见夫人的吗？我这就将人带出来。你这畜生，见我做什么？有本事你杀了我！我一见到你这张脸就恶心。如你所愿。小姐，夫人没有气息了，还不出现吗？还真是他派来的人，不是要杀我，怎么还不动手？参见郡主。为什么不杀了我？郡主应当是猜到我们的身份了。他不是给你们下了刺杀我的命令，为什么不杀我？以你们的武功，铁了心杀我，云雀四人拦不住。龙羽卫首领本来就是为了郡主而诞生的，等您生辰过后，龙羽卫便会现身。在此之前，我们需要保护世子妃的安全。第一次是帮他假死，第二次是将那封信送到我手上，第三次是今日刺杀。郡主怎么知道？郡主，您的手。您没杀世子妃，匕首上是您的血，您假装杀了世子妃，是为了逼我们现身。跟我走吧。龙羽卫遵命。送我进宫吧，我想皇祖母了。娘娘，郡主来了。金枝怎么这个时候来了？这混球不会又惹祸了吧？彩环，把皇祖父的被褥搬到偏殿。混球，你做什么？我要跟祖母睡。金枝去摘菜，老头子去劈柴。祖父，劈柴？这什么语气？你祖父当年横扫千军，力拔山河，不过是区区劈柴。
没个女孩子样子，像年华娃娃一样可爱。父皇、母后，你们这成何体统？朕做什么，还轮不到你管。父皇，您身为天子，怎么能吃如此粗俗之物？母后，您贵为当朝国母，却弄出一副农妇姿态，简直是有损中宫威严。粗俗之物！朕当年打天下的时候，连树皮都啃过，更何况这是你母后亲手做的。你母后是皇后，她想做什么就做什么，轮不到你来智慧。快吃，一会儿祖母带你去挖酒。金枝郡主，见到姑为何不行礼？少在我宫里耍威风，给我滚出去！郡主，我在这儿。太子往哪个方向走了？我刚才听太子殿下说要去拜见沈贵妃。阿叔，我跟金枝郡主并无血亲，金枝郡主还是称呼姑为太子的好。我有一事想说，还请一步。你要说什么，速速讲来。姑一会儿还要去拜见贵妃娘娘。太子拜见沈贵妃这么勤，不知道的还以为她是你的亲娘呢。住口！贵妃娘娘也是你能非议的。皇祖母为什么会生了你这么个蠢货？放肆！不要以为父皇跟母后对你有些偏爱，你就能为所欲为。姑乃太子，就凭你刚才的话，姑就可以砍你的脑袋。那等从水里出来，记得诛我的九族。秦金枝，你竟敢谋害储君！等我上去，一定要砍你的头！那也得等你能上来再说。你文不成武不就，不能给皇祖父分忧，还总惹皇祖母生气。既然这样，你就去死好了。秦金枝，你大逆不道，竟敢谋害未来天子！未来天子，那就等你都能坐上皇位那天来杀我吧。来人，救命啊！救命！皇后娘娘，太子殿下无碍，就是呛了水，又受了惊吓。等微臣开一个方子给殿下服用，便可痊愈。蔡环送送太医。怎么回事？太子怎么掉水里了？他脑子不清醒，我让他进水里洗洗脑子，谁让他惹你生气？唉，我与他母子离心，终究母子缘浅。我听那柳姑娘说，你现在受不得寒，那湖水凉得要命，你也敢往下跳？我水性好得很，毕竟可是皇祖父亲自教的，就会哄我开心。贵妃娘娘，您不能硬闯，这是皇后娘娘的寝宫。赶紧给我让开！太子殿下昏迷不醒，本宫自然要去探望。你若是敢拦我，小心你的脑袋！贵妃娘娘，你若是想要探望太子，奴才给这位姑娘赔礼了。跪下！什么？您要我给她跪下？凭什么让我给一个低等小宫女下跪？啊！我的耳朵！秦景之，你竟然敢在宫中伤人！我说了，没用的东西就得扔掉。奴才给这位姑娘赔罪，还请郡主大人有大量原谅奴才的过失。早这样，何必还搭上一只耳朵？既然已经赔礼了，我这回总可以见太子了吧？交房殿今日不见客，你把太子留在这儿做什么？
我见到他都心烦。您不是不喜欢东宫那几个儿媳妇吗？我给你送个喜欢的。什么意思？你说刘娥，沈家分支的一个庶女，走了沈贵妃的路子进宫的。刘娥是沈家人，跟沈家有仇的沈家人。就算沈家待她不好，毕竟也是她的家族，会不会？她是为了她小娘跟弟弟才进宫的，这两个人现在在我手里。我这交房店竟然也被钻了空隙。放心，有我这罗刹在，小鬼可不敢放肆。你把沈贵妃身边的来福给废了，当众下了她的面子，她一定会去你皇祖父那儿告状，让你皇祖父责罚你。洪公公已经传过口谕了，让我抄宫规100遍。沈贵妃转性子了，竟然就罚得这么轻？怎么可能？她让陛下负审查的职。哼，我就说那女人属狐狸，怎么可能轻易就答应？原来是算计这个。她是狐狸，我就是大尾巴狼。我出去一趟。郡主，太子殿下已经睡下了。这几日太子都会留宿宫中，交房殿也闭门不见客。如果太子走的时候不能带走你，你对我将毫无用处。郡主请放心，刘盈一定不会让郡主失望。这是你小娘跟你弟弟给你写的信，回去慢慢看。放心，他们已经到了京城，我会安顿好他们。真的是小娘跟弟弟的字迹，他们真的逃出了那个虎狼窟。这些你都认？哼，不过是两个老贱种，死就死了。小爷我看上他们家的女儿是他们8辈子修来的福气，还敢哭爹喊娘，晦气！小爷就应该直接让护院打死他们。赵无极，我就是承认了，你能奈我何？你敢抓我？你敢杀我吗？等我出去，看小爷我怎么玩死你！我姑姑是当朝贵妃，我祖父位列3公，谁敢杀我？各位御史大人可听清了？无耻败类，衣冠禽兽，害群之马，臭不可当！赵无极，你阴我！你这个卑鄙小人！就算你把御史找来又如何？有我祖父跟姑挂在，定会保我无事。我沈氏一族乃100年大族，就算陛下也要给我们沈家3分冠冕。但我保证，只要我出去，一定会将你碎尸万段。洪公公，您听清了？洪公公救我！你去跟陛下说，让陛下快放了我。他可是我姑父，等我出去，我一定重重的赏赐你。这就回宫跟陛下复命。大人可有要带给陛下的口文？这些劳烦洪公公交给陛下，请陛下圣裁。洪公公，我是沈恒啊，你听没听到我说话？死太监，你跟这个狗杂账是一伙的。等我出去，让我姑姑给你这个死太监凌迟处死。你这没根的老货，给我等着！